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2026年的2月12日 ，Antigravity 出现了一批封号的。针对这个情况呢，录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来看一下封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说一下，这期视频里用到的图片都来源于网络，因为我本身没有被封停的账号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实际演示，所以我借用了网络上的图片来做演示。如果图片的作者需要署名的话，请私信我，我将在评论区置顶为你署名。好，我们来开始。首先，如果你登录 Antigravity 的 RDE， 发现这个界面，大概率你就遇到了这期视频里我们说的封号的问题。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第三方工具，看到的这样的403界面，那也证明你遇到了相关的问题。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后，怎么去确认呢？很简单，打开 Gemini 的 CLI 进行登录，然后在这张图片上我标出了3个点。第一个点是告诉你的账号被封了，然后第二个点告诉你的原因是违反了用户手册或者用户协议，然后第三个点是给了你一个申诉的邮箱。简单的说，你被封号了，封号的原因是违反了用户协议，如果需要申诉，你就给这个邮箱写邮件。好，这就是封号的具体的样子。然后我想聊一聊官方对于封号的一个态度吧。我提供2张图片，大家自行感受。在目前已知的情况下，无论是 Pro 用户，包括学生 Pro 和付费 Pro， 还有付费的 Ultra 用户，都出现了封号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封号的覆盖面还挺广的。然后讲完了 Antigravity 的封号，我们来看看友商。Kiro 最近也在做相关封号的操作，但是因为我不是太关注这个，所以我就借了一张网上的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无论是友商还是 Antigravity 团队，都在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分析，然后对违反用户协议的行为进行分镜。那么这边想给出一些建议。首先，第一个建议肯定是珍惜自己的账号，因为可以明确的感知到环境会越来越紧，那么账号就需要珍惜，对吗？然后第二个点，有些用户可能说我不在意啊，或者什么无所谓啊、搜索啊这种，那我就想提醒你，需要深刻的思考一下违反用户协议需要付出的代价，如果代价你能接受，那么没问题。那么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，我的建议是什么呢？在 RDE 里使用。这里我举了2个例子。首先，你的登录要在 RDE 里完成，然后你的调用 API 这个操作要在 RDE 里完成，就是在一个正规的遵守协议的条件下。然后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关于这边的一些思考。首先，这是一个开源项目的地址，我不想具体指哪一个项目，但这个项目呢涉及到了就是越过 IDE 的账号登录和越过 IDE 的 API 调用。然后这是一个开源项目，我的思考链是这样：首先这是一个开源项目，对吗？然后开源项目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代码全部都公开。我们再深入的想一下，意味着任何人，包括负责分号的工程师都可以下载到这个代码。下载到这个代码以后怎么办？把这个代码丢给 AR， 让 AR 思考出一个分号方案，然后他们进行操作。操作完了以后，对有问题的账号进行标记。这个标记的准确率我不敢说100%，我觉得95%或者96%，甚至99%有吧？然后标记上以后分号。而且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个点是，针对一个这样的级别的开源项目，如果是官方团队想要用 AR 思考出一套分号方案，它的成本有多低，它才需要多少的 token， 所以难度很低，就是发现这个账号进行标记难度很低。唯一的可能对官方来说困难的点，我认为就是下不下得去决心去分进这一批用户，是这样。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，开源项目在这个场景下变成了一个双刃剑。当然，我不认为违反用户协议是对的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 Antigravity 在2026年2月12日封号情况的一个分享。
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TP，谢谢。